伊斯兰国准备挑战印度，而印度能不能够放下身段，去和塔利班挤进同一个战壕？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以前呢，总有网友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话肯定不准，因为我们看看印度就知道，敌人的敌人，还有敌人的敌人的敌人，可能通通都是敌人。前段时间呢，印度对阿富汗境内的事儿就特别的不满。阿富汗原来那个政府啊，跟印度关系不错，印度投资呢也不少，但是眼看着亲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塔利班每天就一点点的把这个阿富汗原政府是拆碎揉烂，这事儿就让印度特别的窝心。所以呢，印度宣布无论如何任何情况死也不会承认塔利班。一个巴基斯坦就让印度折腾这么多年，现在阿富汗这么一个重要的战略十字路口也失守了，自己的努力可能要打水漂，你让印度如何甘心？结果这几天呢，又蹦出一个塔利班的敌人，就是伊斯兰国的这个呼罗珊分支。这个呼罗珊分支是又要打美军，又要打塔利班，而且呢，已经连续2次向喀布尔机场发起了2轮袭击了。这个关系呢，就有点乱了。如果从美国这边算辈分呢，伊斯兰国是美国的敌人。那么朋友的敌人当然是敌人，但是如果从塔利班这边算，伊斯兰国又是塔利班的敌人，敌人的敌人，结果还是敌人。伊斯兰国这个敌人的敌人呢，对印度的态度也很鲜明。一方面是要盯上了印度国内有极端思想的年轻人，比如说孟买那一片的；另一方面呢，还要在印度国内要划地建国，要搞一个哈里发国。这帮人在印度要是建起哈里发国来，从极端的宗教本性来看，肯定也不会放过任何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所以印度面临的麻烦还不小。而这个伊斯兰国呢，又是周边国家公共的敌人，同样也威胁中国，所以转来转去，转一圈下来一看看，除了已经走人的美国之外，能留下的周边的全是敌人。这种情况对印度来讲呢，说到底是机遇也是挑战，是选择机遇还是挑战，就看印度政府的脑子会怎么转。首先我们要看到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大本营在哪儿？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也就是说，如果印度跟巴基斯坦、阿富汗2个国家保持合作，就能够有效的获取这个呼罗珊分支的发展情报。而如果印度还是秉承原来的脾气，坚决要跟中国、巴基斯坦较劲，那么印度也就不可能放下身段去跟中巴进行情报信息合作，也更不可能承认塔利班。那么从源头打击进入印度境内的呼罗珊分支就无从谈起。孟买恐怖袭击那种事儿难免再重演，而那次袭击，印度的表现如何呢？就是反恐部队那支黑猫特种部队花了个9个小时才从新德里赶到孟买，当地警方那个帮啊，20万警力，配备枪支还不到2000，其中呢不少还是2战遗留产品里恩菲尔德4号步枪。海军特种部队就在事发的酒店周边，和孟买政府吵架斗嘴，拉拉扯扯7个小时才决定参战。所以如果再面临伊斯兰国发起这样的恐怖袭击，印度你还能怎么办？另一种思路呢，就是放下在阿富汗的野心，在上合组织框架之内跟中巴合作，共享关于伊斯兰国的情报信息。而且美国、英国、土耳其等国家都在考虑承认塔利班。就在刚才不久公布的消息是，王毅外长跟布林肯又谈了一回，谈到塔利班的时候，双方一致的意见是呼吁各国保持积极接触，积极引导塔利班。那么美国都有可能跟塔利班合作，印度有没有必要抹不开自己的面子，放不下身段？其实印度如果真的放下身段，能够跟塔利班保持合作的话，以前印度在阿富汗的投资也未必不能保全。印度现在需要明白的是，识时务者方为俊杰，不该坚持的硬要去坚持，造成孤立的永远只能是自己吃亏。好，关于印度和塔利班的关系应该如何相处，印度会不会想得清楚？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